本节目由用心配彩对味的蜜水柠檬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蜜水柠檬联合赞助播出。蜜水柠檬汽水够气爽够新鲜，每周3、周4 12点，会员抢先加入4亿追爱之旅。大屏追喜欢你我也是5，就用电视果6爱奇艺高清电视盒子。上微博参与喜欢你我也是话题讨论，分享你的恋爱观点。上微博参与喜欢你我也是5观后感征集活动，你的博文有机会被翻牌哦。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各位好，愿每一句喜欢你都能等来。我也是，欢迎来到爱奇艺收看由爱奇艺独家自制的青年社交观察恋爱燃综喜欢你我也是第5季4亿季。易姐因为工作的原因呢，现在呢，易姐找了自己的好朋友来接棒，让我们欢迎我们4亿家族新晋加盟的成员袁姗姗，欢迎姗姗。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加入这个4亿家族。前面的课补了哈。对，有看过，前6期都看过了，然后易姐也都跟我交代了很多。易姐交代的可以完全不听。对，易姐是一个感觉派，对不对？对，就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带。啊。到现在为止呢，小小的总结一下，小鱼、小庄、小林3个人还是那个混战的嘛？对，没有清楚。小鱼和小庄说了些什么？好像看似明朗，但是是不是真的明朗不知道。然后彤彤呢，好像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已经给小林了告别礼物嘛。1、2、3。对。接下来就看小庄怎么选择，彤彤怎么选择。目前呢，泽哥好像和那个龙龙是平稳的，而这个小赵和这个萌萌呢。是语塞了，赵老师。不是，我觉得他们是每次谈吧，好像大家谈的事儿都不是特别一样，是吧？2个人好像没有在同一个频率，目前还在对焦，还不在同一个频率里。所以到底这个星期会发生什么？而且上个星期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很重要的太阳约会要开始了。那么本期太阳约会到底是什么规则，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揭晓。各位来进入到本期的4亿时间，听摩擦的声音。可以吃饭了。哇，来了。龙龙呢？龙龙在换衣服。OK。啊。哎，哥，开动，我要吃口我就走了。来吧，开动吧。哇，哥哥，有了这顿午饭，你越发显得更帅了。是的，哥哥。好，哎呦，毕竟男生都不在嘛。你为什么不吃啊？吃呀。他在等龙龙。有吗？我现在不是在吃嘛，来吃了呀。感觉他们已经开始吃瓜了。快点吃点东西吧。好的，我迅速。你要出门吗？对，我还有20分钟。那你赶紧先吃一点吧。你还要去那家咖啡店看小马吗？没有，我今天去杭州。你先来吧。他第一个盛饭，他都会给他盛哎。你们要喝咖啡吗？想喝一点。因为赵泽很慢热嘛，但是你能看出来，慢热的人当他确定了方向之后，也还挺主动的。先来杯咖啡吧。这个菜你应该吃过吧？这个菜。这是什么？马兰头啊。马兰头。啊。我应该吃过，但是我不知道它是马兰头，就是很熟的味道。姐，龙龙还有那个泽哥，我要走喽。好的。我也走喽。下午见。晚上见。拜拜。那小鱼好忙啊。哇，他真的事业呢。我要走了。把咖啡干了。行了，我要走了。拜拜。不送他一下吗？慢走不送。送到门口。
Hello 啊，有人，我们在吃饭。我们也买了饭，就你们2个啊？他们刚吃完，刚出门。杰哥松弛感真的拉满。领导啊，现在还剩3嘛。3谁？小赵。哦，小赵在屋里，彤彤在屋里。那把它打开吧，叫我们下来吧。3楼有谁？你猜，这间有谁？你猜，你们在干嘛？我们在秘密行动。好，行吧，下来吃东西。哇哦，下来吃包子。哇哦，化完妆就下来。行。我今天早上说想吃包子。包子、油条、豆浆。那你可以许愿，你还可以找一个人许愿，他可能会帮你去买，因为大家也要出去，所以你可以跟他讲一下。谁啊？是张艺谋。啊，是吗？嗯。哦，包子。太好了，太好了，还有包子。小赵想吃包子，小杰出去专门买的嘛。对，我觉得是这个杰哥是要追小赵的，也有可能哦。哇哦！耶，我可以了。你可以啦，可以去吃呗。哇哦！我直接买就是点评最高的。为什么这个是绿色的呀？虾仁，我刚才吃了一个虾仁，这应该是肉。嗯。他在吃的时候，小杰一直在旁边绕来绕去，他希望跟他有交流。你吃了吗？我吃了，我们刚才在那边吃了一会儿，我就回来的时候因为我跟小林一车，我就说你找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包子店。对，后来他就说有一家点评很高，说那就去买这个呗。故作轻松，然后再说我就是有认真找啊，这样子。对对。坐下了，坐下了。你这个发型帅多了，变成英俊潇洒男。是吗？谢谢。没有啊，觉得比较有精神，因为我本来就喜欢短头发。你嘴角在上扬，快表情管理一下，哥。啊？你为什么明明就很想笑，还要一本正经呢？我已经笑够了，不知道笑什么。太搞笑了，不好意思，我可能比较搞笑。啊？哦。他不看他。怎么样，好吃吗？这包子？嗯。你就才吃了一个嘛？我觉得杰哥想要得到一些这个女孩子的表扬。你可以各尝一个。行，我努力一下啊。我跟小林的点菜方式特别像，像我去这包子店，我就不挑，我就说有几种，他说3种，我说3种各来6个大包。那你对爱情挑吗？我对爱情肯定要挑，爱情是我要走下去的人，我怎么可能不挑？对吧？对啊。难道你是不挑的吗？我呀。对啊，你觉得呢？你会问这问题？你觉得呢？不要问人家你觉得呢，这东西是自己回答的。我可挑剔了呢。哦。嗯。你这个就是会让别人就觉得你就是话里有话。没有话里有话，我是挺好的啊，我就挺好的，我只是在想挺好的。年纪虽然不是问题啊，但是其实有时候看到每个人的。你几年来着？我90呢。90也就还好吧，就比我大3岁啊。但我心态可能比较老吧。老灵魂那种吗？对啊，我刚刚都跟小林说回北京后，他可以去我小区找我，然后我说我都会遛狗。遛狗的人就很老了，我也养狗，我也遛狗啊。但我遛的是那种大狗啊。大狗了不起，我遛小狗。小狗就比较那种小女生在对呀。我给你看我的狗，我给你看啊。可以聊宠物是个很好的话题。这是一个很好切入点。真的真的。跟你有点像。可爱吧？所以人家说嘛，当你跟动物久了，其实狗会像主人。对呀。它的眼睛，它那个鼻子跟你挺像的，就是这一块挺像的。嗯，对吧？我也觉得。那绝对没有我这可爱。你看，这是我每天都会给它。我看看。好可爱呀，黑不溜秋的。你养的？没有，我哥他们家养了。我太喜欢狗了。对，我也。但因为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的另外一只狗去世了，所以我就是挺觉得
更加珍惜我的小狗了。嗯哼，因为它是得肿瘤去世的那个小狗，跟我之前养的很像，一模一样。我之前自己养一只金毛，养了17年，也是肿，也是就像你那个瘤。活了几岁呀？就17年啊。那真好，我觉得那很长寿。很长寿了。我的9岁，所以我很遗憾，我很烦。啊，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其实感觉到了，她说为什么 Kyo 来大姨妈那么多？哦，其实是破了那个肿瘤，所以我很痛苦。哦，你那个是在体内的是吧？对，它在体内，他们第2天才敢告诉我，然后他就说 Kyo 已经就走了，然后我爸和我妈就是连夜就是出去给他弄了一个小坟墓。哦，你没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在上海，他们在湖南嘛。哦，就是我养 Kyo 和 Cookie 的时候嘛，我一个人在上海的时候养的他们，就陪我从毕业开始，就是一直，好好笑哦。来，我觉得他们俩找到了共情点，就是可以有相互体谅和相互理解的点了。是。然后就觉得他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但是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就只剩下 Cookie 一个人了，就是 Kyo 就不在了嘛。才9岁，我就觉得还是蛮遗憾的。那他可能会换另外一种形式，再到你身边陪着你。因为我觉得爱狗的人啊，心都很善良。其实宠物是内心比较自我小宠小物件化的一个东西。是的。我们回来啦！今天买了豆瓣。Hello， 给你买了你要做的鸡。看，樱桃刺客，你说你要吃樱桃刺客。萌萌的主动。哎，你有觉得我头发变吗？没变。你觉得他发现是不是变了？变了。变帅了是吧？嗯。哎，你没剪吧？你就去洗了个头的感觉。我真剪了。车厘子是车厘子，很大。这车厘子真是刺客。我们开始扫一堆菜，就是100、120，车厘子啪300，啪400。怎么姐不配吃这种贵的水果？就专门给你买的，本来要买1筐的，他没有，就这2盘了，让我全给拿回来。萌萌是个很幽默的男孩。这车厘子，我看了一下，应该挺包甜，里边有我的爱心在里边。不包甜，拿去退。我来看一下啊。啊，你看这137。我们现在去找他，我不能接受这种坑我们。我们现在回去。好，必须得去。开玩笑的。他们说车厘子坑咱们。你看买樱桃这个事儿就能看出来，萌萌现在很上头，那就是喜欢。我怎么觉得今天早晨感觉小杰好像对小赵有意思呢？对，其实小赵感觉之前也一直对小杰也有一些这种。对，好像有一点。我觉得他有点可能自己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他太像大哥哥了，他想要照顾大家，可是他没有照顾自己。他不太愿意表达啊！我还想起一个点，我记得之前杰哥好像投信的时候，之前都是画点，给小赵投信的时候画的是好像是一个图案吧，是星星还是一个笑脸？他就是没法说出来，就是喜欢。今天做黄焖鸡好不好？可以啊，咱一起。我又回来了。Hello。我开始做了啊。冒烟了。庄儿啊，那蒜给我。你火开太大了，姐，你都把它炒糊了，你炒焦了都已经。哎呦我天哪！真的吗？是什么呀？是啥呀？赶紧开窗。哇，这个味儿。好像不对劲。我换一个锅，换个平的锅。你帮我把锅先洗一下行吗？
然后给它刷锅了。刷锅呢？我小赵真给我上难度，都是对你的考验。确实。但我觉得这点也蛮好磕的，就他把锅做坏了，然后他给他洗锅吗？哦。赵老板给我的考验我圆满解决了，厉害了。这是做好的吗？我来先尝一个。还没开始，都不熟的，你帮我把这个锅拿走就行。拿。细了。细了。他一直在帮他打下手。哎呦，笑的嘞。这个笑的。领导还有啥要帮忙的？想要2根桂皮。桂皮没有了。八角有吗？有八角。给我吧，直接放进去。萌萌，你给我热水，把杆儿给我就行。哎呀，还小跟班儿。领导还有啥要帮忙的？好，可以了，辛苦了。现在就要开始我的爆炒了，蒜蓉西兰花。你拿锅盖。诶，你看反过来。我现在放小火炒。没事儿，可以的，你随便做吧。你们随便吃是吗？没有啊，这样感觉已经成功了。我们躲好远啊！不至于吧？哇，好有我爷爷炒的味道啊！可以吃不？吃。行啊！我来了，我把它端过来了。可以。我做饭的瘾上来，我得再做一道。你做这个。牛柳是吧？来，你来指导，我来弄。好吧 OK， 蒜姜，我知道。丢，赶紧的，你那个油都。加洋葱。我们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儿。我压力有点大。没事儿，你绝对这个可以做好的啊。青椒下去，就这一碗，给它稍微炒软，特别好。就感觉我虽然突然一下子变成好男人了。对，那倒也不至于。真的，一下就说自己是好男人。哎呦，可爱。炒散。哇哦，有点感觉了，厉害住啦！我去准备盘子啦。他们在做菜这个默契还蛮好的。那我炒个猪肝，但我不知道猪肝应该怎么炒呀？弄一个那种生滚猪肝粥嘛。来，拍张照片，来。然后有多大的头贴？壮，我跟彤彤想拍一张。拍。哎，我们俩是不是得有一张啊？哦，我也觉得。回去摆到我们俩床中间。哎，那我们俩是不是要有一张啊？摆在我们床中间。围裙是男人最好的医美。3、2、1。我必须跟每个人拍一张。可以，没问题。不过拍的是真好看。我这拍立得这个确实有点魔力在里边呢。看我们这张帅不？他有要跟小鱼拍吗？很不错。谁照的？我抓拍的，挺好的呀。来，快来，刚好有纸，拍一张。拍啥？拍一张。我来拍。你拍啥？你想拍张？哦，好。来了，要拍一张了啊！真的啊？我们每个人都合了照的。靠近一点嘛。跟他照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努力的再去绷出来那个表情。可以，没问题。这个就是以后留作纪念的照片了，可能去怀念我跟他的时光，就只能通过那张照片。放这。有鸡蛋吗？怎么样？好吃。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尝一下，这是小赵手艺来。噔噔噔。当当当当。来个最爱的土豆。哇，这土豆很糯啊，我很喜欢吃糯的，很好吃。哇，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做的菜都很在线。好吃。好吧，我有点吃不下了，饱了。坏了。真的是丰盛啊！你们都吃了吗？我稍微吃了点。对了，
你快递我帮你拿。拿了吗？在哪里啊？在我后备箱，一会儿给你拿过来吧。这个很好吃，这个我去取快递。好。我拿一个。哎，我帮你拿吧。怎么？你今天几点回来5点半。怎么样？今天工作累吗？还行，你就帮我放在这儿吧。行行。哎，那个开了，那亮了。哦，真的吗？真的开了。哦，游戏屋又开了。哦，庄哥，陪我玩一次行不行？走吧，走吧，走吧。怎么说？我们昨天输了。我当裁判。可以啊，那走吧。啊，不行，看一下这个台阶，看不清感觉。哎呀，什么？没扭到吧？没扭到吧？不是，怎么还爆装备呢？我的那个口红，没事没事没事，这个不宜出行。你想闪啊？这干啥？你们俩是搭档，你俩在这像斗牛一样的。你俩是搭档，你俩知道吗？你俩那我俩不是你俩在这打来打去。快摇快摇。2。可忍的替我拿了。他怎么知道？别开玩笑，你觉得你庄哥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你觉得？你相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觉得彤彤想换，他是不是想把你换了在这？他是不是想把你换了？对吗？哦，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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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换？来，继续嘛，继续。男生帮女生扎马尾辫，我看到了。这，坐吧。错吧？我是好人拖你。罗奔老柳。马尾辫是那种要编辫子的那种。不用吧，哥，我觉得。轻点扯行不行？我其实以后挺想要个女儿的，我就可以给她绑很多那种好看的辫子。可以，继续。好，可以。哎，可以，不错。好看，好看。我绑的有点好的嘛。我就是感觉是歪。4，喂对方喝一杯水，来上水。哦，用心配，才对味。要倒满哦，倒满整个嘴巴，然后咕咚咕咚咽下去。我们上次是这样的。我嘴巴很小的。樱桃小嘴是吧？一直喝。是吧？很好喝啊。为什么他们两个做这么亲密的动作，却擦不出一点爱情的火花呢？我觉得他俩已经是那种兄妹情了。OK，可以了。求了，我有点那个了。哎呦，6，1、2、3、4，哎呀，心跳小发夹。限时5分钟内，女生大象鼻子转10圈后，给10米外的男生戴彩色小发夹，戴的发夹多的一组获胜。啊，那就在外面转吧。来吧，来，要计时2分钟。来3。你这好晕的，这个超晕。2、1。转圈圈。2、3、4、5、6。哎，不是。8、9，好，都冲过来，可以了，10。快冲！来，没有，他没有好。来，快，他没有好。晚安，马卡巴。这是真的晕了。夹就完事儿。不是。快起来！摆烂了。我可以过去帮忙吗？没有。不要动！快点！你快起来！你来呀！哦！
啊！哦，稍微轻一点，稍微轻一点。还有多久？还有半分钟。 30秒，30秒，最后30秒。快！搞我！这个怎么插不上啊？你的头没事发。，我往头上开炮。别说这挺发夹还挺好看的。10、9、8、7、6、5、4、3、2、1，停！我没有夹子了。停！来吧，低头。1个、2个、3个、4个、5个、6个、18个。你对我的头，看一下小庄。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怎么可能比我们多？还有黑的。我20。逆风翻盘。不是，为什么你们夹的比我们多？咱们两个都是夹完的状态。怎么样？我躺了一圈都还很厉害吧？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头发比较好夹呢？等一下，过来，我再数一下，1、2、3、4、5、6、7、8、9、10、11，绝对没有20个。哎，我就听裁判的。裁判，我复议一次。那我再数一遍，好，我再数一遍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啊，不好意思，19。我再复议一次，2次不一样。再来一遍。不能偏心的哦。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哎呀，还有2个黑的，这边一边那个数了，黑色。我再复一次，每次复一次多一个。好。恭喜我们彤彤、小庄获胜。我们就是虽败犹荣。我们夹子不够，来。那你们2个可以去看档案了。胜负欲很强。 21个夹子，不可能！21个夹子，不可能！你要不要来再数一遍？21个夹子，不可能！我跟你讲，你过来！裁判，我跟你。好了，我知道，我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但是我真是21个夹子。不是你让给我，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就要让给我？这个胜负欲哦。哎，不是你拿伞，来，不是你过来，真21个夹子，我刚刚在这数的。 真21个夹子，哎，好了，咱别那么较真。我知道我没较真，但我就说呀是21个。好，我的问题。没有。对，因为可能有的夹子太黑了，我确实没有看见，抱歉。我给你，你可以再看一遍。谢谢。谢谢什么？你不打我都不错。没关系，我脾气很好的。比我这个室友啥都好，真的好胜心太强了。我说实话。我们一起去看吗？还是要分开？肯定分开看噻。 彤彤看谁？啊，彤彤看的小庄的。那可能彤彤对小庄有接触的想法，因为上一次写信也写给小庄嘛。我感觉看错了。啊，他说他看错人了。他说我看错人了是什么意思？他还是想看小林的呀？肯定是想看小林的。张老师不可能送了个耳机我就不喜欢你了，那世上没有失恋的人了。都已经说到这种程度了呀。那怎么我喜欢你是在心里，只是可以我不再跟你进一步的发展了。但是珊珊，你说还要看小林的，你说我可以爱你，你拒绝我，我也在心里面一直爱你，这样的爱不是太苦了吗？他就是很苦啊，小庄也很苦啊，所以他们俩现在找到了一个共鸣，就他俩都挺苦的。我觉得，因为他可能最后接触的就是小庄，所以他可能就这样。那我看一下小庄吧，没有太仔细想。对，我觉得他没有。看了之后才发现啊，看错，因为这个写的内容其实就针对小鱼写的嘛，所以有点白看了。他刚刚那句话，我觉得是这样理解。你觉得小庄看谁的？鱼文。别看小鱼了吧，看别的吧。我和赛琳娜想的一样。不是，哎呀，我就说，还是忍不住，还是忍不住，哎呦，
还不敢拿出来看，磕到了，从头到尾，你看他小心翼翼的看。哇，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克制呢在这儿。哎，那咱们既然已经说到苦这个问题了，然后是珊珊提的，珊珊说我不管拒绝我，反正我爱你，我在心里面就爱你。是的。但我就想讨论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假设你爱一个人，这个人不一定爱你，你会不会在心里面给自己停止的那个点？会，是行动停止和心理停止不是一个点。什么情况下你行动停止？当我遭到拒绝的时候，行动可以停止。什么时候心理停止？交给时间，就是永不停止。不，交给时间不是说这时间就是一辈子，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我遇到下一个就停止了，有的人是可能我最近忙于工作，我就这个人可能这段感情或这个人我就放置到一个小屋里，也许在3年之后我又会把这个小屋拿出来看，所以这是个时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是非常认可姐说的话的，但是我的话，如果当我知道他不喜欢我的话，我会所有都停止。我只要 get 到他不喜欢我，但是我喜欢他，我就会停止，包括我会强硬的克制自己的心理停止。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被拒绝或什么这个东西，不至于到一个停损点，因为节目有框架，它是时间，它有时间限制，21天嘛。对，所以你得有一个停损点，因为那大前提是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对象。对。但我的意思说，在真实的人生，其实没有这个框架，我就不需要停损。我觉得需要停损的是你在爱情里面你已经付出了，可是你可能付出的这个对象他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那个才需要设停损，不是双向的。对。我是觉得他是在暧昧期啊。就如果姐说那种情况是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基础，然后且我们不适合，且过去的时候时间一直在消耗自己，那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暧昧期的话，你喜欢他你就奔赴啊，就没什么，就坚持就好了。我当时和我媳妇谈恋爱谈了3个月之后，她就毅然的回绝了我，觉得我生活习惯也不好，然后她觉得我们俩价值观不一样等等吧，反正就回绝的非常果敢。写了一封长信就告诉你 over， 所以我的设定是永不停止，就是只要是你还没结婚。这种男人很帅啊，这种。只要是你没结婚，然后我就开始重找，我就开始追的过程重启。在我的性格上，如果没有最后的答案，我就不认。你这样不对啊，那信已经给你答案啦。我不承认。你不承认？就是那是你以为的，不是我以为的。单方面拒绝，很累。追人当然累啊，谢宁。所以你追的，就是你累的同时会去享受吗？你会觉得这个过程很享受？会烦。确实是有怨念在身上。有，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忍。而且那都几10年前的怨念，感觉到现在还有，还是热的。来去看一下别人的生活，来。哦呦，铃声响起，是啥呢？哦，Q 小屋男生，你们的太阳约会来了。神秘的朋友帮助你们精心安排了1日运动，请邀请一位女生作为你的专属1日 CP， 且邀且珍惜，莫留遗憾。哦，这是邀请卡是吧？那如果同个人怎么办？我觉得选择权应该是在女生手上的。对，应该是。OK。哇哦。如果收到1张以上，请慎重考虑，多出的邀请卡原路退回，男生将继续选择。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太阳约会的规则，因为在之前呢，太阳约会的规则是这样，你收到几个你就参加几个。是。但是今年我们做了一个选择，我们的这个规定呢，就是男生你随便去邀约，如果女生收到了多个邀约，她只能选1个。并且他要把他不去的那些要原路退回去。你不喜欢我，你就要把我给你的邀请卡还给我。为什么呢？你得让我去约其他女孩。
那我就去约那个珊珊了。珊珊如果喜欢穆老师，退给你，然后珊珊再退给我，那我就去找谢宁了。哦，总之最后一定要凑成5组，所以最后凑出来的5对里面一定有郎情妾意的，也有彼此将就的，对，都有。哇哦，所以好看。那上去邀请吧。要上去，那走吧，走吧。我等会儿再去吧，我得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啊，你们先去，你们先去。先去吗？哎，小庄成熟了，会不会是没有自信了？也会，对吧？我觉得他不是变成熟了，他是变得小心翼翼了，很让人心疼。他在思考了，一直。对。前天晚上吧，相当于那个是一个我跟他关系都算是一个重大转折点。邀请卡应该算是一个助推器，推动着我。给我勇一点，小庄。靠近了。看他们的植物，看他们的爱的植物。我从来没有想过有第2个选择，他一直都是我唯一和第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怕拒绝，其实拒绝也是在感情的过程当中被拒绝是很正常的啊。对，唯一。你怎么长得这么好？所以我也觉得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不能因为没有表达清楚而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得想，我怎么去跟他讲，到底具体的想法应该怎么跟他，可能之前有一些误会该怎么去解释。加油，加油，庄哥！我磕你俩。哎，我都邀请你一下。哦，好，谢谢。祝你开心一天。开心。有邀请吗？没有，谢谢。希望你来参加我的运动会。好的。知道这个规则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人会选择我，我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儿。在。来。你是要找他吗？哎，我完了，好尴尬。我找你。找你哦。我找你。帅，杰哥。我第一时间冲向小赵的房间，毕竟我在小屋跟他其实算互动算最少的，我也是有想要了解他，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把这张卡片直接给了他。哎，刚好擦肩而过。嗯。就你收摇摇卡了是吧？啊，好尴尬。我当时看到领导把摇摇卡给小赵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特别震惊，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出来领导对小赵有任何的兴趣。正式邀请你一下。我觉得对于萌萌来说会是一个大冲击，晴天霹雳一般。对。我看领导给他送这张卡，就在我面前。Oh, it's okay。小庄也没觉得小林最开始喜欢小鱼啊，他们两个心有灵犀了一下呢。哇，我都不知道。不，我是觉得，我刚才就是很诧异，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领导喜欢他。我也是比较震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情，就是你也能看清楚自己的感情是不是真实的。反正我觉得这事儿你也不要太……现在已经，我刚才是很震惊，你知道吗？我从震惊中缓过来了，现在。不过呢，感情这个东西嘛，也不是比谁快谁就可以得到的。不是比谁快谁得到，他是跟自己说的。萌萌站起来。
还焦急的等待中。当时我知道我有竞争对手之后，其实我是有自信的，但是总感觉心里没底儿。他就是没自信的，就是没自信。收到卡了是吗？收到2张。是谁呀？等一下，那你要退回1张。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什么复杂？我不知道，我先冷静一下啊，我先冷静一下，让我铺个粉。哦。哎，我觉得我比你们要承受的东西可能要更多。所以我对待感情，我不可能每一个举动对，我也会要保护赵一萌或者其他人的感受的同时，我也要做更加慎重的决定。我不想一上来就好像给对方或者其他人压力。但我带着的东西有点不一样，不是可以很简单的让别人去看，我可以去谈很轰轰烈烈的什么的感情。因为已经被审视过1次了。彤彤真的特别好，他也没有收到卡，但他还在为别人因为收到2张卡，就是去安慰他们。他还在认真的和对同性朋友去谈心。是的。我会选大哥。是因为我跟他从来没有1天是接触的。如果一萌因为我和哥的接触就不喜欢我了的话，那我觉得是他的选择。我去把这个卡还给赵一萌。萌萌要受伤了。你在 ？Hello。要聊天吗？没有要聊。退给我了吗？退给我了吗？OK。就是你想聊的时候可以随时找我好吗？ OK 啊。受伤了。这样萌萌会受很大的打击。会打击很大。真的。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感觉。对，我总觉得他想考验我些什么，因为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感，就是一瞬间让我，有点不知所措，然后脑子也是乱的。这一定肯定乱的。大家现在都有点乱，你看萌萌的乱在于我很有信心，但是我心里没底。然后小赵的那个乱是，萌萌问他，聊一会儿吗？现在不聊。下一句话是，你想聊随时找我聊。我如果是萌萌，就说我现在就要聊，就聊啊。对，说破无毒啊。就问问他为什么退给我呗。不是他害怕。你说谁害怕？萌萌害怕。萌萌就是不想听到结果。对，他不敢聊，他想聊，但他不敢聊，他怕小赵说出来的答案让他更碎。就可能现在不说，我只是1半碎。当你说出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答案的时候，我就彻底碎了。但是你以为你怕的东西就会因为你怕而消失吗？不会，但是他此时此刻想给自己留个余地。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沟通清楚，我为什么要退给你卡。如果你不沟通的话，在萌萌视角里面，他会觉得我咋了？我咋的了？对，在他的主观视角里面，他们是一直很顺利的。那突然到这边插出来一个大哥，他说啊，他会有一种那种要谈啊。谁呀？哎，你没戴眼镜吗？不是有点闪光，看不见。给他了啊！真棒。庄哥为你打 call。我觉得没事，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好。要不咱们去聊会儿？现在？好。去聊。
对，快去聊。他也冷静了2天了。冷静了一下，他们需要聊，把问题挑明。是的。嗨嗨，嗨嗨，今天感觉咋样？今天感觉还行，还可以。其实我这2天也挺，我其实从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咱们之前也挺开心的，我承认那天我是有点故作镇定了。对，你承认自己啊，示弱。对。其实我感觉我很多问题也没有问清楚，然后感觉我自己的一些也没有表达清楚，所以我还是想知道，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对吧？我觉得都是也所剩时间也不多了，我就实话实说。其实我对你的，可能是事业行业，我可能会有点恐惧。你是说因为你是不了解恐惧，还是说因为太了解了而恐惧？我如果说都有的话，会不会有点奇怪？不，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觉得说白了，其实我对其他的行业，就是我可能还是会去按我自己所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就这些就是你了解的部分嘛。我想知道你对他的恐惧来源于什么。我在想这个是能说还是不能说？我觉得都到这个时刻了。因为可能在对于做音乐，跟我们这个行业，会稍微的，可能会觉得不是很认可吧。就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也是这个点，所以我想跟你讲的，其实不了解的部分，我从来不会跟一些所谓的不三不四或者是一些这种去交流。我的梦想是能够有一天去央视的春晚。梦想还挺大。对，所以其实音乐从最开始是我的一个爱好，然后慢慢的，我想把这个爱好当成职业去做。但通过前2年呢，我又发现了，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说1、2年甚至2、3年就可以做成的。所以我就会去找一个平衡点。其实那天你问我的时候，为什么我会给你解释，它可以去挣钱，是因为我以前的感情里面，对方可能还是觉得我做音乐不务正业，然后会觉得他是在玩，所谓的玩音乐。所以那天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下意识反应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务实，可能我还是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我那个时候的我就是非常异性，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当一个音乐家，我要当一个音乐超人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无论是家里面给我，还是他给我讲的一些话，我完全都听不进去。我现在看来，你其实那个女生只是需要稳定和就是能看到的未来的一些东西，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就不懂。音乐带给我当然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负面的东西就来自于这些。所以从那之后，我也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所以我也开始去就是很踏实的去做一些事情。音乐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一定不是我的全部。如果另外一半需要，现在的我是可以做到去减小这个部分的。他是通过这对话要告诉小鱼，我是有稳定感的那一部分。对，想给他安全感。对，而且我带你去录那些东西，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其他的好像不太能表达我这方面的情感。我觉得如果我能让一个人的声音出现在我的歌里面，就我想的那个人啊，如果能出现，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不理解的东西慢慢可以去理解，你所顾虑、所一些恐惧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解决。哎，我就喜欢这种有问题你就说，我就给你解决的方案。其实你应该看了我当时写的那封信，我真的不怕没结果，但我真的很害怕词不达意，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有些点不是说两个人因为一些。不好意思啊。小林。对，我真的不想因为一些尴尬的误会，或者是因为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而无疾而终。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啊，因为我其实相对稍微有点敏感。
然后呢，我本来来小屋就是抱着纯粹的，我就是要谈恋爱来的，所以说我想要的就是相对纯粹的东西，能够给到我。当然，我觉得就是爱情中面包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有感情，再有面包。但就是因为你那天跟我谈，就是直接谈了，就是这个经历，我是会觉得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就是在我经历了上一段这种感情之后，你是第一次又让我直面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在比较迷茫的情况下，我是可能更倾向的是去往这个点解释。当我解释完了过后，才发现，哎，我好像真的没有问你，你到底不理解的是啥，或者是说你理解过你怕的东西是啥？对，可能之前说的比较含蓄吧，因为现在确实也是没有几天了。我觉得就是把我的心里想要说的这些比较直白的点直接告诉你，那就是这些。所以，其实我今天给你讲这些还是想说，就因为我觉得从一开始嘛，其实我也能感受到你的一些正向的一些，比如说反馈。是相互的，是相互的。所以其实在这个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过后，如果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我在说清楚了过后，其实我也还是挺想知道你目前的一个想法和一个现在的想法。今天小庄说的好像还比较清楚，还挺利好的，对，是。你给我12分钟。哇，这个时间太精确了，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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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其实想表达的点就是，因为我那天想了很久，就是我对你的感觉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说也是因为前面一些事情对上了头，然后让我冲动了或怎么样。当我发现他不能再争了，我跟别人一起的时候，我玩得很开心，就是今天我们玩游戏我也很开心。他在疯狂争取，但是我总觉得每一次摇到那个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你知道吗？对，然后没问题，我觉得我反正我觉得我想表达已经表达了，然后也没有，就如果真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就是没有什么遗憾或后悔的东西了。对，好，那一会儿哪儿见呢？还有11分钟，我先走。那就这儿呗。行，没问题。放手一搏了。放手一搏，对、对。总体谈话质量还可以，对不对？我觉得小庄跟小鱼这次谈话谈得非常好。第一，他非常真诚，他所有的状态都呈现出一个高度重视对方的一个状态，而且他很坦诚，所以又真诚又坦诚。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说了有一句话，他表达了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情感。那句话是他不能再争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会发现小鱼其实有一些被触动、被打动到。我觉得他们两个男生都特别特别的棒。刚才萌萌的那一段，然后这一段是小庄的这一段，我觉得他们俩的处理都非常的好。就是萌萌当时她是乱的，她没有办法在她很乱的时候去做一个很好的谈判。但小庄是因为他从上一次跟小鱼有过隔阂之后，中间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已经想好他今天来如何表达自己，所以他有一次很棒的谈话。对，真的，哎，珊珊这个分析非常好啊，好吧啊。珊珊姐人间清醒。来来来，门口还等着一个小林呢。
好纠结啊。纠结了。邀请你，哦，好好。祝你开心一天。没事，你可以直接跟我讲。他有这么的犹豫不定，表示刚刚的谈话真的有触动他。有效了。开始摘花瓣了。3局2胜，最后一次啊。嗨嗨，嗨嗨，哎，你没走啊？对啊。我的建议是，再试试，再试试。啊，什么意思？他说跟小庄再试试。对，走了，拜拜。啊，不是，你不是要还给我啊？不是，不是。那明天见。明天见。准不准呢？得准不准呢？再试试。难受了，委屈了。哭了吗？啊？